来住饭店哦。我们今天住的就是位于台南火车站前面的台南大饭店。然后这间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因为就在火车站前面，非常的棒，一走出来就看到了。我们今天住的是在3楼，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房型如何。他们钥匙目前还是用这种传统的。开门。好，我们进房间喽。进来的左手边就是它的衣柜，右手边是它的厕所。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衣柜里面有什么。来，侧拉式。这也是我们刚刚已经先把衣服挂进去了。它最上面这边就是有多一颗枕头，然后就还不错，需要枕头翘脚的时候就可以拿来用。它这边有这个浴袍，然后是属于比较西方式这种白色的浴袍。然后这什么啊？这是温度计，然后温度计旁边这个是手电筒紧急照明灯，第一次看到温度计跟手电筒结合在一起，还蛮特别的。它下面这里就是还有一个这个行李架，就是可以使用。衣柜就差不多这样。看一下厕所的部分。台南大饭店它是一间就是算是历史比较悠久的饭店，它其实没有做那种卫浴分离，不像一些新型的饭店通常都会做这分离。但是它一进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瓷砖，包含它这个琉璃台、洗手台。这个感觉都是用不错的材质下去做的对，然后还有一个蛮大的一个镜子就是你可以在这边做梳妆打扮，然后它的备品就是看起来就是他们很自私的备品，所以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可能比较旧的饭店都不会用免治马桶，但是这一间它其实有蛮多日本客人来住的，所以也许是这个关系，所以他们有跟上潮流，就是有用免治马桶。然后我觉得看到免治马桶就要给它加分，赞赞。马桶旁边就是它的浴缸那我们来看一下浴缸。浴缸，自己有泡汤盆的话，可以带泡汤盆来泡。所以我们今天就有准备，然后我们晚点就来泡一下，爽一发。我刚才有发现它这个莲蓬头蛮特别，它上面是有那个可以调节段数的，所以可以根据你的选项去调节它的力道。一般在饭店比较少看到这种就是可以调节的这种莲蓬头。算是它的一个小小的特色。我们来看房间的部分，你现在看到我背后就是很大的房间，进来的这个左手边呢，我这边就有一个这个衣架，刚看到我还不知道它是干嘛的，然后后来查一下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是放西装的一个挂衣架，可能是因为他们这边就是蛮多商务客会来，对，所以他们就会准备这个挂衣架让这些客人来使用。我等一下可以把外套挂在这边。对，因为我们今天住的是豪华的单床房所以你一进来就会感觉到这间房间真的是非常大。我现在已经站在床旁边，但是你可以感觉到我后面其实还有很宽的一个区域然后包含就是它有书桌啊，还有沙发。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床的部分。好，我要试躺咯。我躺一下。它的床是算是蛮软的，它没有那种硬度，然后是那种有很软的那种弹性的那种感觉，还不错。然后床的正前方啊，就是它的这个电视柜电视柜这边下面有个冰箱，然后这个冰箱还算蛮大的，柜子都没有东西，很好。它电视是用大筒的，好难得看到国货。对啊，一般电视都是国外品牌。这个都空柜子。单床房其实是设计给一个人睡，原则上可以是以单人为。他如果是以就是商务商务客的话，应该是单人。然后床头这边就是有这个台灯，这里就是可以转这个台灯的这个亮度，然后这边就是它有一些不同灯的一些开关。这边有一个 USB 的插座可以拿来充电，但是它其实没有提供其他多余的插头。那对于可能现在的旅客可能会习惯，就是旁边需要一些多一点的插头来插手机充电等等的那可能这个地方是它一个小小的缺点。如果要充电的话，可能就要移架到这个书桌这边来。办公桌对，它办公桌这边其实就有还不少插头，1个、2个、3个可以用。它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商务性质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这个办公桌，然后还不错的一个桌面，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就是办公、翻资料，然后用一下笔电。它有提供这一本饭店资料，
哦，然后它里面就是有一些资讯可以参考。这个是他们的地图，然后他会介绍说台南大饭店周边有哪些景点，就是你可以去玩或者是去吃。哦，这个是它的房型跟宴会厅的介绍。哦，我觉得他们这里还有一个蛮厉害、蛮有特色的，就是他们有这个日式的客房。它就是有那个榻榻米。那我看了这个明信片之后，我发觉它有一个玄秘之处。大家先看这个明信片的样子，它的背面就有写说，这个是高山兰在1964年的作品《光》，跟他们的外墙浮雕其实是同一个内容的东西。里面就是有鱼、光影跟瓜牛，它就是写说您看见了几种。然后我刚刚乍看之下，我还不知道有鱼跟瓜牛，仔细一看之后才发现，真的有这个东西。大家如果有路过台南饭店，我可以看一下，就是你有没有找到这个鱼、瓜牛跟光影。然后这间的饭店真的位置非常好，就是在火车站对面。那如果我们明天要去搭接驳车去高铁的话，其实还算蛮方便，寄放行李也 OK。加上台南大饭店它其实有提供就是相关的停车场，不管是我们要停机车或者是停汽车，都可以免费停车。相较于其他饭店下，它是有它一定的便利性。房间介绍大概就到这边，那我们等一下要来吃它的宵夜。那宵夜也是它一个重点之一哦。我记得我之前来住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宵夜服务的，然后它现在据说就是10点到11点之间，它有提供自助式的宵夜，就是有 buffet 哦。来看一下它的宵夜长什么样子咯 ，Go！那我们刚刚离开房间之后啊，就是现在大概10点，它现在就是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有这个宵夜时间，就会联想到我们之前去住日本的有些饭店，它也会提供宵夜，像是多明印啊。我们刚刚看一下它的宵夜，其实还算蛮丰富的。它大概有分成4个区域。那熟食区的部分有米粉、有卤肉饭，然后有青菜、有炸物。然后它中间还有一区，有一个岛区，然后那边是沙拉跟寿司，还有面包。另外它甜点区那边，除了有一柜的那个甜点之外，旁边还有一区是面包跟蛋挞。然后它也有咖啡可以使用，咖啡果汁跟柠檬水。我们2个分工的，先去拿了1轮，就是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些。那我们就来吃吃看咯。我觉得要先吃卤肉饭，它的颜色蛮深的，所以应该是味道还蛮香的。而且它的肉算蛮大块，对，而且它有瘦肉，还蛮多瘦肉的。卤肉饭不错，我应该会等一下再吃一碗。然后它寿司就是有花寿司跟旁边的这种，这个应该算握寿司之类的。不错算是好吃的。我原本担心它就是会不会是那种就是放了一阵晚餐放下来的，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它的是好吃的。里面的那个料的口感也有出来，这个不错。其他熟食区的样式就基本上会让你饱的东西，炒米粉啊，然后一部分的青菜跟炸物，炸物有点可惜，就是不是碰你爱的鸡块，它好像是什么青椒、茄子之类的，茄子，然后芋头、地瓜之类的，就是蔬菜类的。这个饭店也蛮多外国客，尤其是日本人会来住宿，所以他会准备一些台湾的一些小吃料理。然后我觉得它的甜点看起来也是还算蛮不错的，还蛮多种，我没有全拿，就是也不好意思把它全部都拿完。其实宵夜时间来吃的人还蛮多的，我们刚刚进来是没什么人，但是瞬间就已经快满。对，我记得，因为我好像3-4年前有来住过一次。那时候是没有这个宵夜时段，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应该目前好像是常态性的活动。这样等一下就不能再去外面吃宵夜，但是怕会吃不下。这个宵夜啊，它就是适合那种你出去已经走了一整天了，然后觉得有点累，但不想要再去夜市里人挤人的时候，来这里吃这个宵夜，那基本上你把一些台湾的小吃吃得到，那也可以让你吃饱。有带长辈来，我觉得这个服务算是蛮贴心的，长辈不用再出去奔波一次。吃完第一轮这个卤肉饭之后，觉得它卤肉饭太好吃了。这时候还想到，就是其实米粉应该也要淋它的卤肉才对，就是它卤肉真的是蛮香的，可以为了它可以多吃一碗白饭或者是米粉。我们刚刚是边拍边吃，然后我们吃到一半，想要再去补充一些就是甜点的时候，发觉它的甜点差不多已经被扫完了。他们的量准备应该是够了，就是但是它不是让大家就是吃到撑的那一种，量应该是抓的算还不错，就是大家都会有吃到一些东西，但不会让你吃到吐的那一种。然后因为只有10点到11点之间，所以如果有入住要吃的，要记得早点来，不然就会可能没东西吃哦，就可能吃茶叶蛋。这边的甜点蛮重要的，就是要来吃它的这个手做布丁。
他很推崇这个布丁，他连电梯里都有贴布丁的那个广告。我觉得在吃的时候会让我想到那个银波布丁的那种感觉。戚风蛋糕应该是草莓戚风吧，还是什么？看起来有草莓的感觉。歪掉，对，就夹完它就倒掉了。放面包，乳酪塔也在放的过程坍塌了。最喜欢的就是吃乳酪塔。对。不错，它的乳酪蛮香的。它这边基本上没有在放那个餐点的牌子，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吃了什么。反正它就是现在有什么东西，它就放什么东西出来。对。那大家早，我们现在就是到我们的早餐时间啦。然后他们早餐就是还算蛮丰富的，然后有几样现做的料理。像是虱目鱼汤跟牛肉汤。那牛肉汤我们先把牛肉先拿起来，因为怕泡太久它会过熟这样子。这个是现做的，蛋饼跟荷包蛋也是他们现做的。这边还有比较特别的就是它有提供挂包，瘦肉肥肉都有，你可以自己挑，然后自己做这个挂包。然后还有台湾的小肉粽，其他的部分就是因为它是中式加西式的混合早餐所以说可能像培根西京肠，然后有乌龙面，然后萝卜糕等等。那我觉得还不错，是它早上竟然有鲜鱼。那我决定要先吃吃看它的鲜鱼肉如何。那个鱼看起来还算蛮大只，蛮有肉的。鱼肉也还蛮好剥的，鱼肉吃起来感觉不错。它那边主要就是一样是分熟食跟沙拉，然后还有面包区。后面那边的话就是它的吧台，就是他们就是现做的地方。它的饮料部分也有鲜奶果汁等等的。然后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是它竟然就是有白豆浆跟黑豆浆两种都有。你还可以自己做咸豆浆，对，蛮特别的。就准备好各种料理。然后它现煎的蛋的部分竟然是有全熟蛋跟半熟，然后他就把它区分成两边，然后让你自己挑选。这边还有这个嫩豆腐，凤梨最爱的嫩豆腐。冰冰凉凉的，沾一点酱油就很好吃。它的牛肉其实算还蛮大片的，而且它一碗汤里面就是至少有3片的。不错，很嫩。汤的部分就是一个清甜好喝的牛肉汤。那我觉得它这样不错，就是台南这边就是有名的牛肉汤，通常都要排队。对，在饭店就可以吃的非常棒。然后它的虱目鱼汤里面就是有一片虱目鱼，然后还有一个丸子，然后跟蛤蜊。然后这个虱目鱼还蛮大片的哦，它是鱼肚的哦，虱目鱼大片。鱼翅虱目鱼，好吃。而且它这个鱼就是鱼肚那一块，所以是没有刺的，可以很放松的吃。那你就可以一次来就可以吃到2样台南最重要的料理。我运气不错，就是为什么左右各一个？我的运气不错，就是我的蛤蜊是左右各一个，隔壁的跳到这边来了。如果汤的话，应该是牛肉汤比较好喝，但是它这个就是有那个虱目鱼，所以都不错。看我这个挂包，看它的横剖面，精心设计的。大口吃肉，它的肉算是卤的蛮有味道的。个人吃挂包啊，一定要加很多花生粉。它这边是你自己调配的，你就依照你自己的口味，看你要加多少这样。那他在早餐的时候就没有提供那个蛋糕区，就是以面包为主。因为我们有吃宵夜，也有吃早餐，你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出菜单样子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首先我们觉得最好吃的那个卤肉的那个没有出现，变成控肉。取餐区它也还提供口罩可以让你自取。它这边的粽子啊，除了肉粽，那它还提供了花生粽，那你可以就2种自由选择，可爱。那它里面有一点点卤肉，然后配油葱酥，那我们就来吃吃看吧。放到嘴巴的时候就有很浓的那个粽叶香，吃起来还蛮好吃的。它有放咸蛋黄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台南大饭店的入住体验。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同时开启小铃铛，还有别忘记追踪我们的粉丝专页及 IG。好，下部影片见喽，拜拜。